这种感觉跟吃龙虾一样。哦，好大，大螯，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啦！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是在雅碧的第3天。听说啊，在雅碧能够实现海鲜自由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先去海鲜市场看一看。然后听说那个海鲜市场的2楼是个加工区，所以可以在1楼买完海鲜去2楼去加工。我还听说那个海鲜市场比较公道，价格不会乱来，不会像仙本那那样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呢，就是他们那的海鲜啊，基本上是没有活的，所以咱们去探寻探寻，看看有没有活的海鲜，咱们捡2只。现在到的地方是雅碧的中央巴萨，我们先去海鲜看看。在中央巴萨的后面才是海鲜市场，在那儿。可能是海鲜味道比较重，他们把它放在外面。地板有点滑啊，朋友们，大家说要小心。刚才滑了一下，没有摔。这个就是中央巴萨后面的海鲜市场，一来就看到大螃蟹了。大螃蟹小只的是151公斤，这个大青蟹还是活的，这个最大的451公斤。哦，这边比较公道啊，大部分都把价格标出来了。但是确实呢，因为他们做本地人生意嘛，所以基本上海鲜都没有活的。好大的虾啊，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它1公斤是120，1公斤有4只，1只就是25令吉，觉得还可以。这种螃蟹都是已经牺牲的了，18令吉1公斤。便宜是便宜，但是不知道新不新鲜。仙本那主打一个鲜活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是活的话，中国人不怎么会买单。这个虎虾，这边这家卖的就比较贵一点，135哦，但是它个头更大，看起来也更新鲜。我觉得看虾应该是看这个脑子有没有变黑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变黑了可能就不太新鲜了。这个125也挺贵的，有人。鱼虾基本上也都是处于死的状态，这是1851公斤，1751公斤，那个大一点的是250 1公斤，也是死掉的。在中国死掉的海鲜非常便宜。这个是某种石斑鱼吗？看身上一点一点，15 1公斤，也没有我在仙本那吃到那种红红的石斑。他们这边的石斑基本上是那种黑黑的。仙本那就是要讲价，底价是很便宜，而且是活的海鲜，但是就是讲价讲的心好累，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坑了。我觉得这个青蟹可以搞一搞，这边卖的是20令吉1公斤，可以看一下。有高有高，啊，那个别干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3只螃蟹，看下多少钱？half kilo。8 OK。8马币。3只螃蟹8马币，折合人民币的15块钱。其实这里卖的也是比较普通的一些海鲜品种，像鱼啊、虾呀、螃蟹呀、鱿鱼啊。而且我想买点螺，不知道哪里买。How much？ 95。啊？95，太贵了。贵了。这个便宜一点嘛。啊？老虎虾。哦。How much？ 24. Maybe this. Same. 24. 买1只24马币，买了1只小只的，给他讲价，因为觉得1只的做一道菜有点麻烦。哎，18，这个好便宜啊，不然也买一点吗？我现金不多了。哦，Can I WeChat？ 哦，哎，其实我觉得这蛮新鲜的 ，fresh。Baru tangkap, baru mati. Pan kuncing. Half kilo。这个海鲜市场基本没有太多讲价的空间，可能可以打一个9折左右吧。就比如说100的讲到90这个样子。
然后我这里面买的一共原材料买的是50马币，加1公斤的话都要120，120的话就相当于人民币的200块钱了，折合1斤100呀，朋友们。我上来2楼之后呢，这边有好多的加工的店，然后很多人推荐的就是前面有个29号的，还有一个是16号的，1 kilo 50 15。咱们还是吃华人口味的吧。这边怎么算钱的？看你是要怎么做咯。老虎虾你们一般怎么做？老虎虾看你是比较想吃蒜油啊、奶油啊，或者香辣啊。可以，2只老虎虾奶油。然后这有3只螃蟹，螃蟹一般怎么做？螃蟹你要做咸蛋黄。那咸蛋黄吧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堆的那个小虾、明虾。这是小虾你要做什么？要做蒜油还是要香辣？养虾通常它的味道会比较淡一点。对，因为养虾还是养殖的。那椒盐？椒盐也可以。椒盐吧。椒盐。这个椒盐也是上面32。你这边可以微信支付宝吗？我这里只有现金。那我没现金怎么办？如果现金的话，如果你可以去对面对面可以换。那我先去取钱，然后你这边帮我做一下啊。加工费的话是32，就是50块钱，所以我这里面总共是买了120。你们觉得贵吗，朋友们？我怎么觉得这么一算，还花的挺多的呢？如果大家买螃蟹回去自己煮着吃，我想还是挺实惠的。我大概走了1公里，终于找到取款机了。这个银行呢是我经常取的，也是免手续费的，所以这样的话我可以一次性多取一点。提款金额我一般都是600马币，折合人民币大概1000。这次离开了雅碧之后去文莱，去完文莱之后呢，还要再进大马，所以呢可以多取一点。他们真的是每次取钱都会给你一部分的零钱。累死我了，还好今天太阳不大，一共步行了大概有3公里。吃海鲜前好好的锻炼锻炼，待会能够更好的吃。我现在非常期待我的奶油老虎虾。奶油老虎虾全部加起来是花52马币，折合人民币的话要80块钱，2只虾。奶油老虎虾，噔噔噔噔。每一家的奶油做法都不太一样，这个更偏向于咸味，看一下，不那么甜，更偏向于咸味，咸鲜口味。等不了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来看一下有多大，哈哈。其实煮完感觉好像没那么大了，虽然是死的，但它的虾肉还是弹的。哇，太满足了吧！这种感觉跟吃龙虾一样。好大啊，朋友们！咬了一大口，才有那么一点点。咸蛋黄螃蟹也好了，再来吃下这个螃蟹。果然它外面是裹了一层咸蛋黄，就是咸蛋黄酱汁那种感觉，不是那种蛮高蛮滑，可能年龄还不到。搞定了，收工，吃得好饱。我吃了一堆的壳。
吃完海鲜了，心满意足。然后呢，刚刚呢我又报了一个去看萤火虫的团，咱们晚上去看萤火虫去，买了一杯咖啡。今天是没有男的，好吧，全部到齐了。我们现在先过去看日落，有2个小时的车程，2个小时啊，我们都开到没有路了。但是旁边就是大海、沙滩，然后就在这里看日落。现在5点半到达沙滩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看日落，看完日落6点35分，咱们就去看萤火虫。太阳现在在这儿，下面已经有一点颜色了。还有一颗一颗的，这是螃蟹挖的洞。现在我们位置是在这儿，然后这里是市区。哦，太阳掉向那条缝里面了。哇，这情景太美了。我们的目标是要打卡全世界100个国家的落日，希望能完成。现在到了卡瓦卡瓦，先穿救生衣。这个司机非常的火急火燎，先着急把我们带到这边，因为如果不早点到这里啊，排队估计要排很久。当然是有这样多鳄鱼啊，退潮都可以看到鳄鱼的。哦哟，下面有鳄鱼啊，朋友们。我们先去那边坐吧，来吧。现在我们要上船，哇塞，这有点距离呀。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看得到，坐2个小时的车来看20分钟，然后再坐2个小时的车回去。好黑好黑哦。啊？那个。看完了，我不知道相机有没有拍下来，因为从屏幕上看哦是漆黑一片。那萤火虫为什么发光啊？是因为他们要发光，他们要交配，所以要发光吗？然后为什么开灯会把他们吸引过来啊？他们是要用它是亮的，它是靠那个橙色灯光，它不会靠白灯光，靠白灯光会杀死它的。哦，他喜欢那种黄黄的灯光，对呀，会靠近那个黄黄的灯光。他们那种，现在回去了，2个小时回去了。到哪里都要许愿，就哇，对着萤火虫许愿，我也是醉了。还有一个为什么要做交配？它是在365天那个卵一产下来了。那个母的呢，第2天才死；公的呢，配偶完了，第1天就死了。首先它会变到像蜗牛，它变到像那个蜗牛的款式，只是像毛毛虫的。我们说，它是屁股还是有灯光的，有灯泡的。它是吃蜗牛的那个，还会是一个毒药，吃蜗牛的食物来源。等到还有一个时间掌控了，像蝴蝶，好像整个包完回去，就是包完整个好像蝴蝶结这样的，再生翅膀。它就可以飞了。萤火虫它的掌控为什么寿命那么短呢？它是这样的，3光灯一照了就很快死了，不到第2天、第3天的。要不然就是它是吃什么食物来源，就是水分，那个就是露珠水，下雨天水分就是这些了。所以它被闪光灯一照，基本上就活不过来了吗？是活不过来的。那我们今天闪了几次，它就也是会死的。它是不是只要白光它就会比较容易死？白光它是怕了。你有没有看那个刚刚对面的码头白灯光？那边都没有。刚好那个树有一部分是没有的，那边都是被杀死了。这边有2家，一个是星际，一个是幼季，2家都还 OK。Open。只有这些了。这一小碗好袖珍哦。在大马旅行是增肥之旅。我很喜欢他们这个浓稠的酱油包。哦，哇，药味好重好重。它这个肉啊没有很肥，基本都是这种大块的瘦肉块。这个我喜欢。明天将是在亚庇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晚上的飞机飞文莱。
不小心发现了一家抹茶冰淇淋，嘿嘿，吃吃看，真好吃啊，只是不甜，完全的抹茶味。哈哈，朋友们，今天是我在雅碧的最后一天了，我准备去吃一顿海鲜来结束这次的雅碧之行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是在青旅里面捡了一个帅哥，他在雅碧租了一辆车，他来雅碧玩5天，然后租了一辆车，他租车的费用平均是100马币一天。就让我们导航过去，可能是这里进去，过了。这家啊是昨天那个司机推荐我们的，我问他就是说这几家海鲜餐厅，如果实在要你选一家，他就选了这一家。在雅碧啊，大概有4、5家比较好的海鲜餐厅，然后据说现在基本上都被中国人占领了。我发现他们停车也很难哦，这边兜了几圈没看到车位。哇哦，我们来点菜喽。老虎虾是怎么算的？多少钱40马币，1只60马币，哎，sorry，1只60马币一只，这大的2只够了，你们2个人。这呢？这个2个人大概是需要多少？好的，30马币。好的。这是小蟹33，大一点50。60一只还是1公斤？1公斤。那2只应该够了吧？啊，2只够。你们这边比较好的做法是啥？哎，有没有牡丹？怎么做？6咸蛋呗。这个沙白是怎么弄？做汤。空心菜是你们马来风光那个吗？空心菜吧，空心菜。我点了这么多，一共150多马币。我们的第一盘菜是东风螺，我朋友说这个螺很好吃，啊，试试。这不知道后面这个黑黑的能不能吃。有点酒味吧？很奇怪，它有种酒味耶。马来的空心菜叫马来风光，他们这是用三八酱炒的，好像。东南亚的空心菜都不会出错的。又来了炒粿条，这个是沙白汤，鲜鲜甜甜的。等等，干奶油虾，我第一次吃干奶油的做法。等等，蛋黄螃蟹。好了，我们的菜上齐了，2个人6道菜，有一点夸张啊，朋友们。我觉得这个酒味是这个酱汁的味道。腐乳，非常推荐你们尝试一下干奶油虾。我的老家是福建。我爸爸是福建的。大虾不用手。哦，他们虾很新鲜。而且很大只，很弹，母螃蟹，来吃吃咸蛋黄。看这家咸蛋黄做的就是比我昨天那个市场楼上要好很多，外面裹着薄薄的咸蛋黄。中餐在马来西亚多了好多种做法，像这种在中国比较少，缩壳，太香了吧，大熬。好吃，太好吃啦！在中国开一家马来风格的海鲜店，我想应该生意会很好。端，来，你们吃一口，粉丝先吃。这么多海鲜，才人均120人民币左右。帅哥这个壳里面好多。结束战斗，吃得干干净净，除了青菜有剩，粿条有剩，然后这个全是壳，其他全部都吃光了。我觉得雅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落和美食，还有海鲜，还有一个就是看萤火虫特别好的一个地方。每次来雅碧，我都觉得特别的
放松，特别的舒服，每天就可以过得很简单，吃吃美食，然后看看夕阳。好了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咱们进大马呢，这次已经有30天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签证到期，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出大马。但是呢，咱们的大马行程还没有结束，下一站我将去到哪呢？咱们下个视频见吧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3国马来西亚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下个视频见啦！